说到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很多人可能会想到阿姆斯壮的名言：“这是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不过你知道吗？根据2019年调查，美国将有6% 的人认为当年的登月任务是伪造的，甚至怀疑阿姆斯壮那一小步也是在摄影棚拍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登陆月球的造假疑云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在美国有一群人竟然不相信国家的英雄阿姆斯壮真的有登上月球，他们认为登月计划其实是美国太空总署精心策划的巨大骗局。NASA 和有关单位串谋，一起伪造资料、影像，欺骗民众登月成功。另外 ，NASA 有几次的任务失败，导致太空人不幸丧生。他们也质疑这些事件其实不是意外，而是这几位太空人打算揭露政府的阴谋才被灭口的。为什么会有这么扯的阴谋论？他们的怀疑有哪些证据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你是想要煮菜又怕麻烦的人吗？那你一定要注意这场线上课程，由料理达人 Kazu 研发的奇迹的一物多煮公式，堪称料理懒人福音。一物多煮公式为什么这么神奇？因为它破除了2大煮菜迷思。第一呢，其实日常煮菜只要懂8种食材就够了。因此呢，这堂课精选了8种全年好买、口味又受欢迎的食材。第二，一个食材呢，只要会6种变化，就能够让人吃不腻了。所以只要掌握这套料理公式，懒人也能够每天轻松上菜，不烦恼又不重复，根本奇迹。讲师 Kazu 呢，已经出版了3本热销食谱，他的料理教学影片更累积了超过5000万观看。Kazu 丰富的料理经历让他超清楚哪一些做法最适合怕麻烦的人来学。现在就把握限时早鸟优惠，用优于4折的价格入手课程，结账输入折扣码 COOK77，还能够再省350元。懒人们动起来吧！在讨论登月有没有造假之前，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多数人知道的故事版本，以及当时美国和苏联的太空竞赛。1960年 ，NASA 提出了阿波罗计划，这是一系列的载人太空任务而登陆月球就是其中的重点项目。但其实呢，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还有隔年继任的甘乃迪总统都对太空计划没有那么热衷，导致计划进行的非常的缓慢。没有想到苏联呢，在1961年4月抢先把人类送上了太空，而这件事情吓坏了美国政府，他们非常害怕自己会输掉这场太空竞赛。于是短短1个月之后，甘乃迪总统火速宣布要全力的支持阿波罗计划，目标呢在1970年以前将人类送上月球。结果没有想到，美国还真的做到了。1969年7月20日，阿波罗11号成功登上月球。阿姆斯壮与艾德林成为了首次踏上月球的人类，被视为是美国在太空竞赛的一大胜利。但是在这个举国欢腾的时刻，却有不少美国人一点也开心不起来。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骗局。有人认为，美国政府之所以想要捏造登月任务背后的原因，可以分成内部动机还有外部动机2个部分。首先是内部动机呢，跟人民对于政府的不满有关。在登月成功的那一年，美国也在地球的另外一端打越战，但很多美国人反对参与这场战争。从1964年开始，各地就不断有反战运动。那到了1968年，反战示威已经星火燎原，遍及全国。在8月的民主党全国大会期间，示威者还有警察更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演变成了流血事件。因此，不少人就怀疑登月任务呢，其实政府为了转移大家对于越战的注意力才假造出来的，目的是用来提升大家对于政府的信心跟满意度。而外部动机呢，则是跟当时激烈的太空竞赛有关。自从2战结束之后，美国跟苏联就进入了冷战时期，较劲的战场也从陆地转向了太空。那从之后几年的表现看来美国在太空竞赛上面被苏联整个甩在后头，看不见车尾灯。所以很多人就认为，美国政府因为不想要丢脸，才伪造了登月计划。甚至有人推测 ，NASA 花掉的上百亿登月资金，其实是用来收买相关人士的封口费。那除了认为政府有造假的动机之外呢，很多人也找到了证据，提出他们的质疑。1976年，一本名为《我们未曾登陆月球：美国的300亿美元诈骗》的书出版了，正式对于登月提出质疑。这本书的作者呢是比尔·凯辛，他曾经在洛克打印公司担任高级技术顾问。这家公司呢负责设计、制造火箭推进器的引擎。而凯辛在书中指出，以美国当时的技术，要登上月球的成功率只有 0.0017%， 而且就算真的成功将太空人送上月球，也不具备把人安全带回地球的技术。更不用说要如何让太空人呢在大气辐射下幸存，在当时也还是一个难题。除了凯辛之外呢，也有人比较了美国跟苏联的太空发展进度。
他们认为在登月之前，苏联一直都是领先美国的。先是呢，在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同年的隔月，又成功的将第一只生物送上了卫星轨道。然后在1961年，苏联将首位太空人成功送入太空。1965年，第一次有苏联太空人在舱外进行太空漫步。这事情都显示苏联的技术遥遥领先美国。那既然连苏联都没有办法登月，照理来说，美国也不可能抢先做到。那除了技术上面的质疑呢，也有人从 NASA 发布的影像当中发现了蛛丝马迹。这对登月影片与照片的质疑多到数不完哦。举例来说，第一 ，NASA 释出的影像当中呢，太空人将美国的国旗插在月球土壤上面，看起来非常潇洒。但是月球上面明明没有空气，照片当中的国旗呢，就看起来像是有风在吹哦，非常的诡异。第二，登月照片当中，月球的这个天空呢是一片死寂的漆黑。有人就质疑月球没有大气阻隔视线，理论上面星星应该要看得很清楚才对，但所有的照片里面却连一颗星星都没有明显的造假。另外，在其中一张照片里面，岩石上面居然写着英文字母 C， 而且呢，这个登月艇降落的地面也没有受到撞击的坑洞。还有很多不同的照片里面，背景都一模一样，看起来就像是人工搭建的摄影棚。所以这些人推测，登月影片要么是在室内拍的，不然呢就是在偏远的沙漠拍的。而太空人的慢动作很可能是利用钓具辅助拍摄，或是用慢动作摄影来呈现。至于是谁协助 NASA 拍假影片的呢？这些人将矛头指向了当时的知名导演史丹利·库伯里克，因为呢他在登月前的一年也就是1968年才刚拍完一部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而且片中的部分场景就是以月球当背景。同时呢，片中还有很多以假乱真的特效，要捏造登月画面完全不是问题。不相信登月的人就认为NASA 显然知道库伯利克拍得出登月影片，才找他帮忙的。那说了这么多，那这些质疑真的有料吗？其实前面提到这些质疑，在当时很快就被专家反驳了。就拿美苏的太空竞赛来说，苏联呢虽然创造了许多第一次，但很多成果美国马上就追上了。比如说呢，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隔年，美国也达成了。苏联成功将第一位人类送上太空之后，不到1个月，美国也做到了。而且事实上呢，美国也不是一直落后。1965年，美国太空船第一次变换3个轨道飞行，同一年呢，又首次进行太空船交会，并在隔年也就是1966年完成了首次太空船对接任务。可以说，美国自1965年起就成功弯道超车，领先苏联了。其他所谓的这个登月造假的证据也很快的都被专家反驳，像是从不同的照片可以看出，月球上面的国旗并没有在飘动，只是形状看起来像而已。而照片当中没有星星，则是因为呢这个曝光时间亮度对比的关系，星星才会暗到没有被拍出来。至于岩石上面的字母 C， 可能只是印刷问题因为原始底片并没有这个符号。另外，由于登月舱降落时呢是使用反向喷射，没有直接撞击着陆，也就自然不会有撞击地面的坑洞。那至于照片当中的背景只要比对不同的照片，就会看出背景虽然相似，但还是有拍摄角度的差异，证明它并不是背景板。那因为质疑的声音实在太多了，NASA 呢也在几年之后正式澄清主要的疑点，也把月球呢取回的岩石当做证据，强调这些岩石不可能在地球的条件上面生成。而之后的几年也陆续出现了更多的证据，证明登月是真的。像是2012年太空飞行器拍摄的图片也显示，当初呢各国太空人在登月时留下的国旗还有5面竖立着。那这些质疑呢，除了被证据打脸在逻辑上面可能也很难站得住脚。前面提到，当时美苏正在进行太空竞赛，而且技术上面呢，苏联绝对有能力追踪阿波罗11的动向。所以，如果登月任务是假的，苏联肯定会揭穿美国，不会让美国专美于前。再说，苏联呢，在美国登月的隔一年，也就是1970年，他们的无人登月器呢，也成功在月球采回了300多颗的岩石样本。如果当初美国展示的石头是假的，苏联一定会知道。而另外一方面，也有专家表示，整个阿波罗计划期间涵盖的相关人员非常的多，包含了工程师技术人员、科学家、太空人等等，加起来高达数十万人。但直到今天呢，没有一个人出来说登月是假的。专家认为要让这么多的人一起策划这么久的骗局，还不能够说溜嘴，恐怕比真正的登陆月球还要难。那除此之外呢，就造假的动机来说，当年越战跟太空任务都需要庞大的政府经费，彼此有点是竞争者。所以呢，要说 NASA 把好不容易争取到的经费拿来拍片替这个越战擦屁股，好像也说不太通。这样看起来登月造假的证据跟逻辑都不太成立。不过质疑者还是有另外一套说法。
尽管登月成功的证据已经很充沛但有些人呢还是努力的在其他地方找蛛丝马迹。举例来说，导演库伯利克后来在1980年推出另外一部电影《闪灵》，就有人说里面有一个只出现一次的小孩穿着阿波罗11号衬衫，是库伯利克在暗示登月是假的。同时在剧中呢，演员杰克尼克逊曾经用打字机写下这句话。也有人呢把第一个字呢 O 解释为 A11， 说呢是在暗示这个阿波罗11号。那这些质疑者到底为什么会这么神经兮兮呢？有专家表示很可能是因为这群人对于政府极度的不信任。在登月的2年之后呢，有一份五角大厦的文件外流，里面写到，在詹森总统任职期间，政府在越战问题上面系统性的对民众以及国会说谎。然后隔年1972年又爆出了知名的水门案丑闻，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度可以说是跌到了谷底。而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民众就很容易怀疑政府声称登月成功的真实性。那为什么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登月呢？专家认为登月已经过了50年，有的人可能对于当年的印象模糊，或是根本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这些人如果对政府不满，自然呢也就更容易相信登月造假的说法，把登月当成是一场骗局。老实说，一开始做这集的时候呢，也很难想象这么多的证据摆在眼前了，为什么还是会有人不相信登月，甚至还出现了一堆的阴谋论。但了解当年的时空背景之后，就比较能够理解背后的脉络。可以说，他们怀疑的并不是登月本身，而是登月背后的政权。就像前面讲到，1960、70年代的美国，因为反越战浪潮、水门案等等的事件，都让很多民众不再信任政府。在这样子的背景 ，NASA 的每个动作、每个成果都容易被视为是政治宣传或是转移焦点的烟雾弹。而这种状况呢，也不只是发生在美国。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看到，在2000年俄罗斯做了一份民调，结果有28% 的俄罗斯民众都认为美国当年并没有登上月球。这个比例呢，是我们看到各国民调里面最高的那其中背后的原因，可能也是出于对于美国政府的不信任。总结来说呢，质疑或是阴谋论之所以会产生，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对特定政权的信任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了。那么要解决这种状况，用科学证据来反驳，可能就会没有什么效果，反而要慢慢的沟通，博取信任感，才有可能改变反对者的认知，否则真的是说破了嘴也没有用。好的，那最后呢，我们想来问大家，你是怎么样看待登月造假的质疑呢？我觉得难以置信怎么会有人相信这种阴谋论？B， 我觉得很正常，一个社会本来就会有不同的声音。C， 我觉得其实蛮好的，不能够全盘的相信政府说的话。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为什么有人不相信登月。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鸟不是真的以及匿名者 Q 的介绍。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